巴嘎巴，我是小一名药剂师。今天这集非常的特别，因为我邀请到了来自美国的特别来宾，他是美国一所 Pharmacy School 的教授。今天特别的抽空和我们一起交流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药剂系体系。相信我们很常都看到新闻说药剂系的学生太多，会担心以后毕业会不会有出路。上网随便打应不应该读药剂系，就会看到许多的外国人说千万不要读药剂系，因为药剂师都在做与药剂科系不相关的工作，比如说做销售。另外，外国有医药分家，那么药剂师去外国发展会不会比较好呢？曾经的我对升学也是感到很迷茫，对于药剂系更是一无所知。如今我已经是一名注册的药剂师，自从开了这个专业，我回答了许多关于药剂系升学的问题和药剂师工作的问题。看了这一支影片，你会了解美国和马来西亚的药剂科系在读什么，有什么差别，药剂系毕业生有什么出路，还有大家最关心的薪水多少，对于药剂师做销售的看法。最后我们会浅谈一下医药分家的好处及坏处。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Hong。由于他是做英文频道的，所以大家可能对他不太熟悉，其实他是会讲华语的，大家可以去他的频道看看，我会把他链接放在下面。今天我们很荣幸的可以邀请到 Dr. Hong 来跟我们好像分享交流一下马来西亚的药剂系呢跟美国的药剂系有什么分别。我们欢迎 Dr. Hong。Dr. Hong 介绍一下你自己。很高兴可以在 Louisa 这个 channel 来分享一下有什么不一样。我是在美国美东一家Pharmacy School 里面当教授，也教了6年了，有点时间了。那我本身也是pharmacist，然后还有 PhD 的 background， 就是做 research 的。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是我也是挺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有点活跃，也是说一下药啊、健康之类。不过主要是用英文，不是主要，因为完全是用英文为主，所以呢，中文的观众呢可能是不是很清楚，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我的频道，也有可能对。也很谢谢 Dr. Hong 因为我们这个是岳阳连线的，一个是晚上，一个是白天。没错，现在我这里是晚上。所以今天我们大概会谈到美国的药剂系和药剂师的工作，然后我这边就会补充马来西亚的情况有什么不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然后给予学弟学妹或者是即将想要踏入药剂系的人一个忠告啦，一个 advice 这样子。这样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一题了哦。在马来西亚呢，我们的药剂科系我们是叫 Bachelor of Pharmacy 啦，大概是要用单 degree 来讲是用4年的时间。那么在美国如果读药剂系的话是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呢很不一样。我们很久以前呢，这个 pharmacy 呢也是 bachelor 的不过呢也是5年制的，那个是我在想说应该是我父辈的那些人的毕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课程。那大概90年代开始，或者到2000年吧，早2000年就开始就是统一说大家一定要读 Doctor of Pharmacy， 是个 Doctor 的学位。那我们叫 PharmD。本身 Pharmacy 的课程呢是4年，但是在你能进入这个 Pharmacy 课程之前，你首先是需要读至少2年的undergraduate 的课程，就是你要拿一定的科学的课程啊，或者是其他语言啊、文科之类的课程来达到这个 prerequisite。之后才可以读这个4年的Doctor of Pharmacy 的那个课程。那个4年里面大概是怎么样分布呢？头3年呢是课本知识，就是在 classroom 在课室里面上课的，然后最后一整年为期大概是40周左右，40到45周左右的那个 clinical 的 rotation， 我们叫做就是实习在不一样的医院啊或者不一样的机构里面实习。然后完成了，大概整个这个4年里面，其实还credit 还挺多的，大概有140到150个 credit 这样子。完成之后，你就是拿到 Doctor of Pharmacy 的学位。对，所以是讲那个之前4年之前的2年，这个2年算是 under university， 还是说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讲 pre-U pre-university 或者是 A-level 是一样的 standard 吗？
不是，是 university 了。其实是有些同学们呢，其实直接就拿了 bachelor， 比如说是 biology 啊或者 chemistry 啊什么的，然后再去读 doctor pharmacy 也有。就是 OK 对对，你那个2年的课程是必须是属于在一个大学里面拿的。OK， 是不是说他们 complete 了中学，然后就是 at least 2年，就直接可以 at least 2年，然后2年 complete 了，拿到那个没拿到什么，我没有拿到什么，就是学分，你的成绩，你的 transcript 里面要有这些的学分。然后呢，都达到一定的程度了，就是有不能太差 requirement 这样子啦，然后才能够再去读4年，然后3年，前面3年是书本，最后1年是 clinical rotation，主要是在医院吗？医院也有那个 retail community， 这个就是药房也有或者是有些是在在政府的机构，我们的 Food Drug Administration 那个药局或者是这个也是可以的industry 也有，每家学校有点不一样，主要就是看你学校跟其他不一样的机构的联系有多广这样子，但是基本上医院是必须的啦。医院跟 retail 是必须的，然后但是在医院里面还有细分不一样部门的那种的实习。OK， 所以都是学校安排啦，这样子听起来的话。没错，那你有时候可以选一下，你就是选修科，就是说我有兴趣去这个地方，然后呢，但是名额是有限的，那你就是可能有些竞争性但是最后的安排都是那个学校帮你联系好安排好的，也是你刚才讲的 connection 啊。对 ，OK。那如果是马来西亚的话 ，at least 因为马来西亚也是有很多不一样读pharmacy的大学啦。那我们的 clinical rotation 大概在第3年的时候，然后它是一部分的，就是跟我们要 rotate 在先在 retail， 然后我们再回来上课。然后又再去 industry， 再回来上课，然后最后又再去 hospital， 再回来上课，这样子。我的 junior 他们碰到了疫情啦 ，COVID-19， 就变成没有 clinical rotation。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对对对，我们前2届的毕业生呢，都是 virtual rotation， 那 virtual rotation 少了很多就是在家里体验的感觉。对，网络上面看 patient 的资料OK， 做讨论这样子。我是觉得应该是蛮不一样的体验的。然后我的 degree 最后1年我们是做 research， 这样美国的 research requirement 就是必须的。对，可以选either是 fully research 或者是做 questionnaire 的，I mean lab based 跟 questionnaire 的。那这一点的不一样，在美国PharmD其实你可以毕业了，什么 research 都不懂的都可以，什么 research 都不懂都可以。但是很多比较 top 的 student 一般来说都会想说去找教授说做点不一样的 research， 有些是做可以自己要求，对，自己要求也可以变成是选那个 elective 选修课这样子。OK。他们就有不一样的 research， 有些是就实验室跟你那种化学生物的实验差不多的那也有，也有些是做那种临床，就是 outcome 看着一定要来跟 pharmacy 有关系。对，跟 pharmacy， 比如说用了这个药，有没有好处或者有没有改善什么东西这样子之类的。就不是必须啦，但是可以自己另外选修啦。对，其实是蛮 flexible 的啦。没错。我们那个时候是我们的 lecturer 他已经 provide 了 a list， 就是一个 list， 他们会做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要去抢 lecturer， lecturer 我要去跟你这样子我们知道都是在美国那边的嘛，就国外啦，他们都已经 practice 了 dispensing separation。在学生时期会不会学到 business management 的东西？有啦，其实我们还有至少大概6到9个学分是跟 business 有关的。这样我觉得蛮平均的啦。对，就哪里都有 touch 到的。
对对，基本上是。虽然我本身的经验也是有教啦，但是就我们4年的时间要学很多方面的东西，所以每一个都学一点一点，算蛮平均啊，在马来西亚的话。这样子想了解一下Dr. Hong我们刚才大概有讲到他们的 clinical rotation 是会去到 industry 啊 retail hospital 啊，他们毕业的出路是什么嘞？毕业的出路我在想大部分如果说你毕业直接想去做 regular job， 就是赚一个 full time 的钱的话，有绝大部分人都是去 community 这样子做的。OK， 那也有一小部分呢直接是去到那个 hospital， 但是我们通常叫他们叫 staff pharmacist， 就是一种一个医院的中心 pharmacy 里面就是 dispense看 order dispense 这样子。那如果想说去做比较 clinical 的 pharmacist 的工作，一般来说他们都有做一个 pharmacy resident， 有点像那个 medical resident 这样。那个 resident 呢，一般是1到2年就第一年呢就是很 general 的，很普通科这样子，什么都碰一下。第2年呢，有可以说是专科内科internal medicine 也可以是 infectious disease 传染病oncology 好多种。也是真的很多种。自己在 specialize 在哪边呢？这样还需要另外考试吗？也没有说是考试，一般来说就是你毕业之后你的成绩各方面的表现有没有做 research 什么的都会有点像是找工作这样子的去 apply 这些 residency， 然后呢他们选不选上你这样子是没有这个考试的过程，然后你做完1年之后再做第2年，也是看你这第1年的表现怎么样，如何怎么样，也是像找工作一般的去找。OK， 这样听起来是蛮挑战的啦。刚才Dr. Hong 有提到他们在 clinical rotation 可能会去到 drug administration 这样这个是其中一个出路嘛？没错，一般来说美国很多时候这一类industry 还有government 的这一类工作，很多时候是看有没有联系啦，有没有熟人啦。就是有联系方式，你在那里实习过的话，有认识的人，那些人也知道你工作能力不错的，你这个人不错的，就是比较有点优先录取了以后会。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一个词，我们叫有 cable 我们叫有 cable 比较容易进毕业了之后他们是直接有这个 license， 每一间都可以，就每个 industry 都可以去嘛。那 license 这个是我们要另外考的啦，对吧？就是我们毕业之后呢，还是要考一个 knowledge 的这个考试，就是你的药的知识clinical 知识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按我们美国50个州不一样的州份要考不一样州份的 law 法律，考自己的州就好了啦，自己州的法律就是你不用考50个州，你就是你在哪一个州上班，你在哪一个州考哪一个州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些州，譬如说我们美东的有些州贴得很近的，有时候会要求你有3个州的 license 也有。所以呢就是比较但是就是法律就稍微不一样了，不会说其实大同小异，很多东西都是那就是 license 那如果我们 pharmacist 你真的要做 pharmacist 的工作，譬如说是什么有牵涉到病人照顾病人健康病人用药的话，你是必须要有 license 的。但是也有一定的工作呢是不需要 license 的。很多时候其实在 FDA 或者就是那个药局或者是在 industry 你没有直接接触病人的话或者接触病人资料的话是反而不需要 license 的，有学位有 degree 有那个学位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是要直接接触到病人，有关系到病人资料，就要另外再考这个 law 跟那个 knowledge law 跟 knowledge 的就是2个考试2个考试。那这样子我可以说如果他们是进 community 的话是需要拿这个考试的。没错。 OK， 这样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 community pharmacist 在那边的工作范围吗？工作范围其实
一般来说，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是医药的那个是 separate 的嘛，就是很多时候那个病人会拿着一张那个 prescription 处方，就是说我要这个药，那这个处方呢都是医生发的，上面都会写好什么药啊，剂量啊，吃多少次啊这样子，然后呢 pharmacist 就会看一下，然后呢就是放到电脑里面。其实那当然也不是说过程是听上去挺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处方给你个药放在药瓶里面那当然也是看一下你其他的药啊会不会有相冲的作用啊 interaction 啊这样子的那个工作。那其实现在大部分很多的处方药都是电子的了 electronic 的来了就拿了，除非是一些止痛药啊鸦片类止痛药的话呢，比较那种药是需要真的对 control 的那些比较小心一点。一般这种是 community 大部分都是这种平常工作了。那还有一部分的我们有那个 pharmacy technician， 就是那些帮忙的人呢，很多时候会处理吗？他们也是 PharmD 毕业的？没有，他们是不需要特别的学位的，有时候有些人是读一个短课程或者是一边在职培训就可以。那这些人呢其实就是帮忙帮忙很多时候最大的忙需要帮忙，其实有时候是那个譬如说 inventory 的那个点货啊，有时候或者是收钱啊，就是在 counter 里面收钱啊，接待病人啊，还有就是我们美国的这个 insurance 的保险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不管你是看病还是拿药都要大部分人都是经过那个保险去付这个药的钱的。所以呢就是要处理这些这也是 pharmacy 在做的这些问题的事情了。很多时候 technician 会帮忙，有时候 pharmacist 自己也需要处理一下这一类。然后一般我们的药一般都是给30天的。那很多长期病患的，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啊，他们都是不断的他们的药，然后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每30天或者有时候60天会来拿一次这样子。他们每30天他们的 doctor 就要寄一次，他们的医生就要寄一次 prescription 来。对，有时候是这样子，有时候是我们的那个 prescription 上面写有 refill， 就是可以自动就是可以再拿，就是不需要每个月都去看个医生，就是可能每3个月看一次，每4个月看一次，他会写啦，这样子啦，会写着的。有些人已经吃这个药吃很多年了，也很稳定，也不需要什么改变，对，不然也是很麻烦的，要一直回去看。Community pharmacy 需要做好像 staffing 嘛，就找人来做工啊，安排 schedule 啊。是的，需要的。那一般来说，像 manager， 对 manager 的工作，OK，对，会需要排 schedule 的。所以是 2 in 1呐。可以这样讲，没错 ，manager 在家pharmacy。那 manager 嘛，一般来说工资会高一点点，因为责任多了一点。对，有没有好像要追 target 有没有什么一定要 hit sales 多少？有这个也是有的啦。这个有啦，这个因为我们像很多公司都一样，其实 community 就是一个公司，它有 business 公司是 corporate 的，就是其实都是很说 profit 啊这样子的，是有一个数量了，每天说多少个 prescription 需要处理，如果长期很低落的话，就是你就没有帮忙啊，或者会 cut 你的 budget 这样子，staffing 的 budget 会被 cut，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这一方面。是，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子，但是有没有做 manager 的公司 depend on 我们的 company 啦，看我们进哪一间 corporate 做。好像我之前的就他要求 pharmacist 同时是 manager， 所以我们要管 staff， 要管 store cleanliness， 什么都要管，然后 make sure KPI 要 hit， 也是有 sales target。 可是我的朋友呢，他们在另外一间 company 做，有的 corporate 是他的 pharmacy 不是单单只是 pharmacy， 他们有卖 cosmetic 卖 daily shampoo， 对 daily 用对他在就其他的 corporate 就不用管这些，他只需要管他的药。对，一般来说
像我们那些很大的 corporate 的连锁药店、pharmacy manager 只需要管 pharmacy 后面的事情，前面的storefront 其实什么都卖，好像杂货店一样的零食啊什么。有些还很夸张，有些 pharmacy 还在卖酒，这边给你卖药，这边前面在卖酒，挺夸张的。但是那些东西都是让那个 store manager 就是还有一个 store manager， 对，那个这样子就不会这样很多东西做，很重担的感觉，很重。OK， 这样子刚才我们是有提到，如果是在 hospital 的话，会分2种，一个是 staff pharmacy， 没错，然后一个是residency 的，要 apply for residency 的。对，那种 clinical pharmacist， 所以一个是 staff pharmacist， 一个是 clinical pharmacist， 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他们的工作范围有什么不一样？这一集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多了，感谢的红云和我们分享这么多的信息。我们先暂时休息打住一下，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谈。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下一集的更新。我是绿小民药剂师，我们下次见，拜。我相信这一支影片一定对你了解药剂系以及药剂师工作有所帮助，帮助你规划你的未来。